我叫陈果，今年24岁，学的是动物科学。别人都往大城市跑，我却回了老家，应聘到萌萌动物园当饲养员。同事都不理解，园长面试我的时候也一脸疑惑。你这学历去研究所都够了，来我这小地方干什么？我喜欢动物，想离他们近一点。他也没问为什么偏偏是这家动物园，答案其实很简单，我要来查一件事。萌萌动物园10年前不是这样的。那时候我14岁，妈妈是这里的饲养员，负责照顾一头东北虎。那头老虎叫阿虎，3岁大，一身金灿灿的毛，眼睛像琥珀。我放学就泡在动物园里，跟阿虎混熟了。他甚至允许我骑在他背上溜达。后来我不小心跑进了隔壁的狮园，阿虎一声大吼，把狮子吓跑了。我妈因为这件事被调离了岗位，我再也没去过动物园。直到2个月前，我路过这里，进去看了一眼，我差点没认出来。地面脏得下不去脚，空气里全是臭味。大象瘦得皮包骨，老虎趴在铁笼里一动不动。我找了半天才认出阿虎，他瘦得只剩一把骨头。我叫他的名字，他没有任何反应，他不记得我了。那天我哭了很久，然后我投了简历，我要查清楚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我要把这些动物救出来。只是我没想到，上班第1天我就碰上了一件完全超出认知的事情。我的手机被拉进了一个群聊，群名是人类观察日记。我手指哆嗦了一下，抬头看向面前的象园，这是我负责的园区。园里一头年迈的大象正拿一双阴沉的眼睛盯着我，它老了，身上的皮肤干裂得像干涸的河床，糊着一层又一层的脏泥，苍蝇嗡嗡地绕着它飞，落在它的眼角和脊背上，它也不敢，就那么站着，像一个耗尽了力气的老人。我跟他对视了一眼，莫名心惊，我赶紧掏出手机，翻出那个群，群里没有人说话了。最后一条消息停在3分钟前，一头老象。忍到春节，我第一个动手，水管人类还有所有坏人类。我看了一眼那头老象，他还在看我。我把手机揣回兜里，深吸一口气，巧合，肯定是巧合。有人恶作剧，用动物的名义建了个群，发泄对动物园的不满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旁边同事催我了，新来的干活啊，随便扫扫就行。他叫李振，他跨进象园，抓起水管，水很凉，大象们纷纷后退，不愿意让他冲。李振脾气一下上来了，张嘴就骂，嗓门大的整个象园都在响。大象们无动于衷，只是用沉默的眼睛看着他。李振骂累了，把水管往地上一摔，不洗拉倒，臭着吧。水管在地上弹了2下，水汩汩往外流。他就这么走出来，丢下一句话：好了，我的活干完了，待会儿你去备料，不用备太多，他们吃了也是浪费。说完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每头大象都在看他的背影，尤其是那头老象，浑浊的眼睛里全是藏不住的怒意。我下意识又掏出手机，群里有消息了，一头老象。忍到春节，我第一个动手，水管人类还有所有坏人类，一模一样的话。我咽了一下口水，更多消息弹了出来。爸比，让我来，让我来。人多，到时候我们一起行动。水管人类真坏，那个新来的估计也好不到哪儿去，看我一石头吓吓他。我眨了眨眼，水管人类是李振，新来的是我。我扭头四顾，猴山在象园斜对面，大概50米远，一只猴子正双足站立，直勾勾地盯着我。它跟别的猴子不一样，别的猴子在互相抓痒，只有它站得笔直，一双眼睛透着金光。见我看向它，它立刻换了一副面孔，傻呵呵地笑，装傻。就在这时候，嗖的一声，一枚鸡蛋大的石头擦着我耳朵飞了过去，落在身后的地上。我吓了一跳，回头看，猴山那帮猴子全都散开了，各玩各的，只有那只站着的猴子冲我咧了咧嘴，转身混进了猴群。我喉咙咕噜一下，终于确信了，这个群里面的成员全是动物。我感觉脑子有点转不过来，这些动物他们竟然有一个群，不是用嘴说话，而是像人一样在群里打字聊天。我为什么能看到？我缓了好一阵，才慢慢回过神来。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我该怎么办？报警，说我被拉进了一个全是动物的群，警察大概会联系我的家人，去跟园长说动物们有个群正在密谋行动，他估计直接让我走人。我咬咬牙，先干活吧。我走进象园，开始工作。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臭味，像什么东西烂了很久。供大象玩水的人工溪流早已乌黑一片，不是因为大象不爱干净，是因为假山上的水龙头已经很久不出水了。我小时候来动物园，象园是最热闹的地方，大象在溪流里喷水打滚，小象追着水花跑，游客围在外面拍照。那时候大象的眼睛是亮的，现在它们的眼睛是灰的。动物也爱干净，尤其是大象这么聪明的动物。我开始清理，铲粪便，刷地面，擦石槽，一铲一铲，一桶一桶。李振说随便扫扫就行，可我做不到。如果我随便扫2下就走，那我跟李振有什么区别？一直忙到中午，我才打扫了70%。不过象园总算像样了，地面的污垢刷掉了，石槽干净得反光，空气里的臭味也淡了不少。我直起腰，抹了一把汗。大象们在看我，不再像早上那样充满敌意，只是安静地站着。我没说话。到了食料区，我愣住了，棕榈叶、干涩的草料，别说水果，连一片菜叶子都没有。大象就吃这些？咱们园区应该不缺经费吧？我哪知道我喂水豚的水豚吃得更差。他急匆匆地走了，我抿抿嘴，只能尽量多抱些草料和树叶回去。看到我回来，群里又有了动静。母象香香，
刚才看他打扫那么卖力，还以为是好的。好饿，好想吃木瓜，好久没吃到了。别哭了，我今天又吃坏掉的鱼，还不如把草呢。我看完心里不是滋味，可我现在只能把这些草料丢进去，先填填肚子吧。我小声说了一句，大象们慢吞吞地围过来，埋头嚼着干草。那头老象没有过来，它趴下了，一动不动地看着外面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趁着大象吃东西，我转身跑出园区，开车去了最近的超市。苹果、香蕉、木瓜、白菜，我把蔬果区的东西几乎搬空了，又让超市帮我送货到动物园。不多时，食料区堆满了新鲜蔬果，我埋头挑拣，装了满满3大筐，搬到象园，来回搬了3趟。当我把第1筐倒进去时，红彤彤的苹果，金灿灿的香蕉，圆滚滚的山竹，哗啦啦滚进笼舍。所有大象都愣住了，它们还在嚼着干草，没有一头象动，好像不相信这是真的。吃吧吃吧，还有很多。我笑着催促他们。我拿起一颗山竹，轻轻丢向那头老象。老象没反应过来，山竹落在他面前，壳裂开了，露出里面雪白的果肉。老象愣愣地盯着那颗山竹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才伸出鼻子把山竹卷起来，放在眼前看了又看，然后他看我。快吃啊，好甜的！老象嘴角流出了口水，一把将山竹塞进了嘴里。我第一次在一张动物脸上看到了满足这种东西。然后象园炸了，大象们仿佛饿了很久，对着蔬果一顿猛吃，香香叼着一颗苹果，仰头吞下去，小鼻子用脚踩着大白菜，一片一片往嘴里送。我又搬来2筐倒进去。群里消息漫天飞，母象香香，爸比，我吃到苹果了，好甜！太好吃了，大白菜，还有我最爱的木瓜。吵什么吵？我又被饲养员扇巴掌了。记住他的第56天，一拳打死武松，一群傻象。记住，人类的所有善意背后都藏着机关。不是你们家过年啊，甩根香蕉过来啊，空空，我饿啊！我一边看群聊，一边看向猴山。空空和一大群猴子正抓耳挠腮的往象园这边看，几十只猴子齐刷刷伸长手臂，大象们哪里顾得上，只顾埋头吃。我笑了，抓起一根香蕉，用力丢向猴山。空空高高跃起，在半空中一把接住，猴还没落地，香蕉已经啃了个精光。猴群嗷嗷地叫起来，像过年放鞭炮。我尽可能多丢了一些香蕉过去，手臂酸了才停下。猴山热闹了，象园也热闹了。这一片园区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生机，群里消息还在不断往外冒。母象香香，太好吃了！我终于吃了一顿饱饭。赞同他丢香蕉的姿势已经深深印入了我的脑海，我的脸都红了。卡比巴拉暖暖，大家好，我上周吃到了一个美味的橘子。有意思，这个人类很会收买兽心，但我还是不太相信他。哎，虎哥，这能对吗？好在马上有动物帮我说话了。虎王这个人类真的很好，不要误会他。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，就知道什么叫人心复杂。好多消息，我看一行就困了，先睡觉。我觉得还得再观察观察，虎哥别着急。我摇摇头，继续干活。当务之急是恢复流动水源。象园的水真的不能再拖了，您看，就是这个阀门的问题。图纸我看过了，要不好找啊。磨了2个多小时，才打开了象园的水闸。假山上的洞口，流水哗哗涌出来，顺着岩石奔腾而下，冲刷着干涸已久的溪道，汇入水潭。只需要几个小时，脏水就会被冲进下水道。大象们的快乐回来了，小象们兴奋地扬起鼻子嗷嗷叫，有等不及的直接跳进了溪流里。猴山上，空空伸长脖子大叫。我打开群聊看了一眼，美猴王空空，哦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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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行白鹭，账号共用。在叫什么？路过差点掉下去。不好意思，太激动了，家乡话都蹦出来了。我在说那个人类给象园放水了。我听见声音了，多么熟悉啊！各种动物纷纷冒泡，在群里议论纷纷。我甚至看见一只熊猫。感谢。我嘴角止不住的上扬。然后虎哥又冒头了，愚蠢！食物和水本来就是我们应得的，人类给点甜头，你们就忘了以前的事。反正我不会轻易相信他。群里沉寂了一会儿，美猴王空空问他：如果他给你最爱的大鸡腿呢？哼，我不吃。我宁愿饿着也不会吃他一口东西。好，虎哥，你有原则，我佩服。我提着2大袋肉走向虎园，其实就是一个大铁笼子。虎哥正趴在外面地上，费力地嚼着一堆不太新鲜的肉渣，嚼着嚼着就咳起来。他太瘦了，这就是一拳打死武松吗？我觉得风一吹，他都能晃一晃。群里又有消息，非洲霸主阿虎，你老咳什么？我在隔壁睡觉呢，我也听见了。虎哥，咱别吃了，你们不懂，虎哥要保存体力。虎哥谁都不理，只顾埋头吃，大概是实在噎得难受，起身去喝水。一起身，他便察觉到了什么，扭头看向笼舍外。我正提着2袋肉看他，四目相对，他眯了眯眼睛，然后鼻子动了动。我取出一块新鲜的牛排丢进去，虎哥愣住了，他绕着牛排走了2圈，口水已经流了一地，眼珠子泛着光，但竟然忍住了，没有扑上去。他退了半步，然后
群里有了消息，不对劲儿，有个母人类给我送了一大块好肉，肯定没安老心。动物们纷纷冒泡。隔壁的狮子跳上围墙，真的好大一块肉，给我留点啊！它已经快忍不住了，两只前爪摁住了那块牛排。正巧一行白鹭从头顶飞过，一行白鹭是象园里那个人类，他给虎王送肉来了。情报一出，虎哥僵住了，他低下脑袋愣了一会儿，然后昂起头把牛排推开了。他隔着笼子看我，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咕噜声。我不磨叽了，把一整袋大鸡腿全部丢进笼子里，然后我蹲下来笑着哄他：吃吧，虎哥，没有人会笑话你。你不是一拳打死武松吗？不吃饱怎么行？嗨，你是我见过的最帅的。虎哥盯着我没动。你的眼睛里有星星，这些鸡腿是我送你的礼物。他的耳朵扇了一下。我在东北有座山，我想带你回山里称大王。一通夸完，虎哥眨了眨眼，没听懂，但没关系，有兽帮忙翻译。鹰击长空，那只绿毛鹦鹉此刻就站在铁笼顶上，歪头歪脑地看着我。鹰击长空，虎王，他说你是他见过的最帅的老虎。虎王，他说你的眼睛里有星星，他还说想带你去东北的山里当大王。群里动物们纷纷冒泡，一生只爱一只鸢。虎哥好浪漫，我要喜欢果子姐。突然觉得单身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又相信爱情了。为什么我的脸又红了，还好烫？虎哥不语，只是冷冷地看着我。我被他看得有点不好意思了，站起身来。我去给别的动物发吃的了，你慢吃。猛兽区这一片，我把肉挨个分了一些过去，狮子、豹子、猎狗不算多，全当加餐。整个猛兽区都欢呼雀跃。我拍拍手，朝园长办公室走去。园长叫张成，戴着金丝眼镜，高高瘦瘦的，看起来很老实。他坐在办公室喝茶，看到我进来，脸上堆起笑容。哈，陈果，你还适应吗？我们动物园能招到你，真是走运。我故作苦恼地说：到处都太脏了，动物的吃的也很差，上边是不是没拨经费？动物们状态都不好。张成的脸色不着痕迹地变了一下。没办法，现在哪儿都缺经费，你就安心工作，别的不用管。动物嘛，能吃饱就行。他眼神往门口飘，意思是让我出去。我没动。马上春节了，园里会来很多游客，到时候大家看到动物没精神，园区又不好看，影响不好，说不定还会有人发到网上。张成的手停了一下，他抿了一口茶，若有所思，然后夸我：不愧是专业人才，考虑的周到。可咱们没钱啊，你有什么法子？可以向上边申请一笔经费，不用多，够撑到春节就行，做做样子。行，我再跑一趟市里吧。哎，为了动物，跑断腿也得去。老吴，备车。哎。我看了一眼他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，那台电脑他走到哪带到哪。我若有所思地走了，走在园区里，我又打开了群聊。这次的主角还是虎哥，他还是没吃我的大鸡腿，但快忍不住了。鹰击长空正在实时直播，动了，他用爪子碰了一下鸡腿，这一碰好准，稳稳当当，又停下了。快看，虎王昂天长啸，似乎在跟自己的原则做斗争，又动了。他低头闻了一下鸡腿，那个口水差点滴到我身上。动物们心痒难耐，纷纷追问到底吃没吃。鹰击长空，我在看，吃了，真吃了。哎呀，真香！群里一片哄笑。虎王，哼，我不吃，我宁愿饿着也不会吃他一口东西。阿虎啊，鸡腿香不香？面对调侃，虎哥相当淡定，一拳打死武松。母人类以为这样就能收服我，我只是将计就计罢了，吃饱了才有力气。一拳打死武松，等我有了力气，我还是不太相信他。我笑着摇摇头，嘴硬。群里这时冒出一条消息，语气不太一样，冷却。这不对，你不能冤枉好人，该负责的是园长，他把我妹妹。消息一出，群里安静了几秒，更多动物冒出来。对，要讨说法，找园长，不要找果子姐。果子姐是好人，我们能分清的。一拳打死武松，哼，一群傻家伙，你们就是这样被人类哄住的。我永远不会被人类哄住。虎哥显然积怨很深，我能理解。他被困在笼子里那么多年，每天吃不好的东西，喝脏水，对森林之王来说，这是不能忍受的。我没有多想，先回去休息了。第二天上班，发现多了不少同事，都在打扫卫生，一车车新鲜食料也拉进了园区。我知道张成还是怕了，跑断腿也得去。我加入了打扫的队伍，还有3个同事跟我一起打扫象园，给大象洗澡。但大象们排斥所有人，唯独不排斥我。一头小母象看到我，主动扬了扬鼻子，它就是香香。我小跑过去，抚摸它的鼻子，香香你好漂亮。它昂昂叫了2声，用大脑袋蹭我，那脑袋有我半个身子大，蹭得我直往后踉跄。其他大象互相交换着眼神，没一会儿，多数都凑了过来，迫不及待要洗澡了。那头老象站在溪流旁，一边嚼着大白菜，一边侧眼打量我。他是这里的象王，曾经在群里说过要第一个动手。我从兜里摸出一个山竹丢过去，象王一甩鼻子接住，吃了。洗澡吗？象王迟疑了一下，自顾自走入了水潭。我不介意，
乐呵呵的给其他大象洗澡。香香最粘人，洗完了还赖着不走，用鼻子缠着我的胳膊不放。我每头大象都奖励了一颗山竹，它们吃的嘎嘎香，又在群里夸我。果子姐真好，我要亲亲。我先亲，我鼻涕都甩干净了。好幸福，仿佛回到了10年前。那时候妈妈用鼻子喷水帮我洗澡，我想哭。我眼眶一热，低头继续给下一头搓背。因为大象们把我说的太好了，其他区域的动物也纷纷在群里讨论我，有的想见我，有的想吃我的山竹，有的还想偷偷溜过来。一片和谐中，只有一个声音不合时宜，一拳打死武松。哼！美猴王空空马上跳出来。啊，你别哼了，老虎，你不是灵长类，不会明白果子姐的魅力。我已经被她迷住了，她迷人的笑容，她认真工作的样子，不行了，我好喜欢她。看到这条消息，差点呛到，吓了香香一大跳。我看向猴山，一群猴子中，空空最显眼，因为他站得笔直，脑袋上还有一撮毛在风中飞舞。他注意到我在看他，更来劲了，拼命用爪子薅那撮毛。群里马上有了消息，美猴王空空，哇，果子姐看我了，她是不是也喜欢我？众动物，咦，美猴王空空，别疑，你们给点意见。我要怎么才能打动果子姐的心？兄弟，你需要高冷一点，你整天咋咋呼呼的，在我们界都不好找对象。怎么变高冷？儒雅金丝猴，少说话吧。美猴王空空，那可太难了，换一个。群聊画风逐渐跑偏，我笑着摇摇头，继续干活。今天是动物园最喜庆的一天，每个园区都在大扫除，一日3餐也格外丰盛，蔬菜、水果、肉类应有尽有，甚至连营养品都给补上了。动物们都觉得不可思议。鹦鹉长空带来了最新情报，鹰鸡长空，我刚才看见园长了，他对手下人说，是陈果提议善待我们的，因为要过年了。对了，陈果就是果子姐了。哇，又是果子姐！动物们感动的不行，我偷笑了一声，但笑完心里还是有些担忧。一拳打死武松，呵呵，说你们傻，果然傻。一群没精神的动物，游客可不喜欢看。虎哥适时泼了一盆冷水，然后他预测一拳打死武松，人类的春节一结束，我们肯定连一顿好饭都吃不上。这话引发了动物们的担忧，大家都不太聪明，但都比较信服虎哥。母象香香，爸比，虎王说的是真的吗？象王不答，虎哥直接点名，老象按原计划来。春节那天你们制造混乱，吸引注意。计划第2步，覆盖范围扩大到其他全区，主 B 扔东西，推围栏，主 B 2上岸，不一定成功，只要引发混乱就行。我会趁机出去，我要让所有人知道，森林之王不是好惹的。众多动物沉默了很久，虎哥并不解释，他再次点名象王。象王，老象不要退，这是唯一的机会。象王许久才答复，一头老象，那个饲养员很特别，或许我就问你干不干？象王一阵沉默，最后点头。一头老象，好。我看得心里发急，距离春节越来越近，我必须再去劝劝虎哥。我去挑了满满一大袋新鲜鸡腿，来到虎园，附近一个游客都没有，因为这里卫生还是不太好，尤其虎园里面粪便没有清理，地上积着污水。哎，你怎么不打扫就走了？那头凶得很，谁敢进去？就这样呗。我心里发堵，提着鸡腿走到笼舍前，虎哥在闭目养神，察觉到我来了，睁开眼扫了我一下，我把鸡腿丢进去，他也不抗拒了，叼起来一口一个。小家伙，今天胃口不错嘛。我抬头看看四周，那行白鹭又路过这里，群里马上有了消息，一行白鹭账号共用。果子姐又去给虎王开小灶了，大鸡腿。不是吧，我怎么没这待遇？难道果子姐喜欢猫科？我也可以的。我去看看，我能听懂人话。绿毛鹦鹉飞过来，落在我手边的栏杆上。我清清嗓子，最近过得怎么样？阿虎，又见面了。我知道你不喜欢这里的一切，但很快就会结束的。我会想办法让你们过上好日子。鹦鹉在群里一翻译，动物们顿时沸腾了。果子姐什么意思？她要帮我们吗？哇，郭姐子理解我们，她还要收拾园长。我相信她，一定相信她。虎哥的耳朵扇了扇，目光闪烁了一下，好像有点动摇了。我正要松口气，身后突然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，带着一股酒气。我回头一看，是李振，他叼着烟，摇摇晃晃走了过来，站在笼子前，冲虎哥就骂，骂得很难听。鹦鹉吓得嗖一下飞到树上，虎哥缓缓站了起来，嘴皮抽搐着，露出尖牙，那双眼睛里翻涌着怒意。给我进去，听见没有？你干什么？陈果是吧？人才是吧？就你提议给这些动物提高待遇的？本来老子年底能拿不少分红，现在好了，全搭进去了。我又惊又气，一个普通饲养员竟然能拿那么多分红。我跟你说，张成是我亲戚，采购有我一份儿，我赚的钱你一辈子都赚不到，不如跟了我，这事儿就算了。
清脆一声，他叼着的烟头飞了出去。李振整张脸涨红了，朝我扑过来。几乎同时，虎龙猛然一震，一声怒吼，仿佛平地惊雷。虎哥瘦弱的身躯撞在铁栏上，整排铁栏发出巨大的响声。李振吓得浑身一抖，往后踉跄了好几步。他惊魂未定地盯着虎哥，虎哥呲着牙，嘶吼着，一次次撞击铁笼，那双眼睛死死盯着李振。李振吓坏了，但害怕到极点，反而变成了恼怒。他弯腰从地上捡起石头，朝虎笼砸了进去，又捡起一块更大的，举起来就要砸。我冲过去把他撞开，他身体一歪，然后反手把那块石头砸向了我，脑袋上轰的一声，我倒在地上，世界开始旋转。最后的意识里，只听到虎哥仰天怒吼，整个铁笼都在剧烈颤抖，然后什么都不知道了。醒来的时候，头痛的厉害，天花板是白的，空气里有消毒水的味道。我在医院，我恍惚了一下，然后记忆涌回来。陈果、动物园、李振、虎哥的吼声，我猛地坐起来，抓过手机看日期，距离春节还有1天，我竟然昏了整整3天。我赶紧打开群聊，消息已经堆了几千条，大部分都在说我鹰击长空。人类太坏了，那个水管人类把果子姐打伤了。虎王差点就撞开铁栏了，好在最后收住了。朋友们，校园有溪水了，我听见了，你们听见了吗？果子姐去哪儿了？难道我要永远失去她了吗？不要啊！我才刚学会怎么变高冷，为什么这种时候要我说话呀？呜呜呜！虎王一直没说话了，是不是受伤了？我们都好担心，有没有人能去看看他？我一条条看完，心里揪得慌。虎哥一直没有发言，他是不是受伤了，还是被李振私下处理了？我急得掀开被子要下床，门开了，园长张成提着果篮走了进来。陈果醒了，吓死我了！我那不争气的亲戚真是该罚。他满脸堆笑，一脸关切，但我注意到他的笑意没有到达眼睛。我没事了，可以出院上班了。上班？你这么急？你进过我办公室几次？1次啊，去提议让动物过好年。不，你进过我办公室5次，入职前就进了4次。陈果到处都是监控，我查一查就知道了。你是个善良的姑娘，大学学的动物科学，父母早逝，小时候应该是我们动物园的常客。以你的条件，完全可以去更好的地方，偏偏跑来当饲养员。我猜你想查我，对吗？他回头看我，嘴角挂着笑。我沉默了几秒，然后点头。对。真是个天真的小姑娘。其实从你提议提高动物待遇，我就怀疑你了。不过你倒是提醒了我，这个春节我应该能安稳度过。毕竟动物们现在好吃好，谁还来找我麻烦呢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张成走过来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那只手带着一种冰冷的压迫感。不要多管闲事，不然下次就不是磕一下那么简单了。他说完，笑着走出病房，门在我眼前关上。我全身发冷，原来李振下那么重的手是张成默许的。他在威胁我。我太天真了，证据没找到，自己还暴露了，怎么办？手机震了一下，群里有新消息了，是虎哥，他终于说话了。虎哥，人类已经发现我的笼子有问天会来修，所以明天早上行动。真的要做吗？我们闹一闹，最多挨几句骂，可虎王你出去会出大事的。果子姐还没回来，我好担心她，要不等她回来再说。果子树洞都被打坏了，我们要帮他讨回来。思思好戏要开场了。稍安勿躁，我已派人去查。我不会低头，我们不帮他自己也会去。意思很明确，虎哥的行动已是定局。群里沉默了，然后一个接一个回应，干！我急得不行，想在群里发消息劝他们，可消息发出去，弹出一个红叉。我不是动物，没有发言权限，我只能看，不能说。我扔下手机喊护士，护士！头越来越痛，天旋地转，又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再醒来，天已经亮了，阳光从窗帘缝透进来。我一把抓过手机，早上10点多了，动物园大门已经打开，春节的游客正在成群涌入，动物行动马上就要发生。我顾不上，头上还缠着纱布，换了衣服就往外跑。哎，你的纱布！赶到动物园门口已是人山人海，售票处排着长队，入口挤满了人。春节的动物园最热闹的就是今天，我不敢想象一头老虎在这个时候出来会发生什么。我走员工通道，一路小跑，经过象园时，香香第一个看到我，高高扬起鼻子欢叫，猴山上空空一蹦3丈高，吱吱呀呀朝我挥手。我没顾上回应，冲向虎园，群里直接爆了，消息刷得飞快。果子姐回来了，我女神跑她好急，是不是来找我的？别臭美了，她是往图里个跑的，她要去拦虎王。他疯了，虎哥现在谁都不认，他会受伤的。我没时间看，
拼命跑，头上的伤口又开始疼了，一跳一跳的，我咬着牙不敢停。前方已经能看到虎园的铁笼了，然后一声巨响，轰！铁杆变形，烟尘四溅，人群爆发出惊恐的尖叫，一声虎啸仿佛从天而降，震得我耳朵发疼。紧接着，远远近近的园区，所有动物都跟着咆哮起来，到处都乱了，人们四散奔逃，挤作一团。我跌跌撞撞穿过人群，终于跑到虎园前面。烟尘缓缓散去，虎哥一步一步从破损的铁栏中走了出来。那些束缚他多年的铁栏被他踩在脚下，他站在阳光下，虽然依旧消瘦，但几倍笔直。森林之王回来了。老虎跑出来了！残余的人群惊叫着逃窜，只有我站在原地没有动。虎哥看到了我，他停下脚步，直勾勾地盯着我，那双琥珀色的眼睛里翻涌着我读不懂的情绪。我想起小时候，他让我骑在背上，驮着我慢慢走。那时候他还是小老虎，屁股一扭一扭的。阿虎，他就会回头看我，那双眼睛里是信任，是亲昵。现在他看我的眼神跟那时候不一样，但好像又有点像。我轻轻喊了一声：“阿虎。”他的耳朵动了一下，然后仰头发出一声震动山林的吼声。天上的鹦鹉颤颤巍巍地在群里翻译。虎王说：“你这个什么都不懂就想当英雄的傻瓜，离远一点。”他就是要出去，只有这样才会有人关注这个动物园，动物园才能得到正的改变。我愣住了，原来他的目的从来不是伤害谁，他是要用这种方式让所有人看到这里的真相，用最决绝的方式博取一个改变的机会。我眼泪一下子涌出来。但是你出事的，你不要去！虎哥不再看我了，他转过身，一步一步朝东边最高的石头走去，没有冲向人群，没有伤害任何人，他只是安静地走，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引到自己身上，然后跳上那块石头，趴在阳光下，闭上了眼睛。我擦了一把眼泪，我不能让虎哥出事，我要阻止他们。我转身朝园长办公室狂奔，那台笔记本电脑里面一定有证据。我一口气冲进办公楼，办公室里空无一人，电脑就摆在桌上。我一把抱起它，转身就跑。刚跑到门口，迎面撞上张晨和李振，六目相对。是陈国拦住他，不能让他带走电脑。他还敢回来！我抱着电脑，一头扎进附近的竹园。竹园有很多岔路小道，是我小时候捉迷藏最爱的地。我凭着记忆左拐右拐，但张成和李振也熟悉这里，追得很紧。我头上的伤拖累了我，一阵眩晕袭来，脚步一歪，李振从后面踢了我一脚，我整个人飞出去，抱着电脑撞在一排竹子上。张成追上来，一把夺回电脑。陈果，果不是提醒过你吗？你还敢回来？现在整个动物园乱成这样，都是你害的！跟他废什么话？这里没人让我来。他身旁的竹子弯了一下，一团圆滚滚、黑白相间的胖家伙从竹子上方落下来，稳稳当当坐在了李振头上。李振一声惨叫，整个人被坐趴在地。张成吓得浑身一抖，手松开了。熊猫，一只大熊猫，嘴里叼着半截竹子，屁股底下压着李振，一双黑溜溜的眼睛正打量我，憨态可掬，人畜无害。群里弹出一条消息：安全坏人类已拿下。太好了，是功夫熊猫，我们有救了！能不能把果子姐送回大象馆？熊猫夏夏不啃竹子了，他伸出小短手，朝惊呆的张成勾了勾爪子。张成还没反应过来，夏夏一巴掌就抽了过去。张成整个人被拍翻在地，眼镜飞出去老远，爬都爬不起来。夏夏把掉在地上的电脑捞回来，塞进我怀里，然后趴下来，拱了拱后背，示意我坐上去。我傻眼了，我啥人啊？骑熊猫？但我浑身疼得厉害，实在站不起来，只能试着爬上去。天，这背又暖又软，坐上去还挺稳。他扭扭脖子朝校园跑去，跑了2步又突然停下，回头看张成和李振。我也回头看去，竹林里出现了一道身影，他从小路上走来，带着低沉的呼吸声，阳光透过竹叶斑驳地洒在他的皮毛上。虎哥！张成看到他，吓得魂都飞了，往竹林深处爬。虎哥不着急，走过去挡在了2人面前。李振这才从地上抬起头，正对上虎哥的眼睛，他吓得浑身哆嗦，说不出话。虎哥看着他，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吼声：“阿虎！”虎哥抬起头，远远地看着我，他的脚下是2个坏透了的人。我已经找到证据了，我们用正确的方法惩罚他们。你不要冲动，你不需要这样做。虎哥听不懂，但他似乎猜到了我的意思。他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：一拳打死武松。人类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我不是要报复，我只是要拿回自己的尊严。然后他低下头，发出一声震动竹林的怒吼。我扭过头去，眼眶一热，泪水滚落。傻老虎！我明白了。我骑着夏夏朝象园狂奔，一路上全是惊慌失措的人。有些人看到我，当场傻在原地。哇哦，有人骑熊猫！老婆快看，这什么情况？哇，不是熊猫也能骑的吗？我无暇理会，一路赶回象园，夏夏几个翻滚，消失在竹林里。香香和小鼻子围过来，兴奋地用鼻子拱我。
项王在群里发出指令，大家安静，不用再闹了。动物园终于平静下来，许多游客受了惊吓，但都是轻微擦伤，工作人员早就撤走了，只有我还在。收到，目标位置确认，正在进入。项王并不理会他们，只是让各区动物返回原处，不要再乱。各归各位，保持安静。一番清点，各区动物纷纷归位，一只不少。现在只剩下虎哥还没回来。我找到虎王了，他在东边最高的石头上趴着晒太阳。傍晚了，落日的余晖洒满动物园，金灿灿的，又暖又带着一点苍凉。群里一片寂静，谁也没有说话。然后鹦鹉的消息又弹出来，鹰击长空，有人找到虎王了，好多人围过去了。所有动物心头一紧，纷纷眺望东边山头，但什么都看不见。我嘴唇颤抖着，转身抓住项王的耳朵，告诉虎哥，只是让他睡一觉而已，让他不要反抗。项王听不懂，但他大概猜到了我的意思。一头老象，果子姐的意思让虎不要动，或许还有机会。对啊，虎王不要动听果子姐姐的。虎哥，咱不闹了，让他们带你回来吧。动物们纷纷劝说，虎哥一定看到了这些消息，可他没有任何回应。然后东山之上响起了震动山林的吼声，那是虎哥最后的声音。我心脏一紧，闭上了眼睛，一切归于安静。3个月后，萌萌动物园贪腐案今日宣判。经过数月调查，该案涉及的贪腐事实已全部查清，园长及其亲属多年来克扣动物口粮、私吞经费的事实证据确凿。该电脑中的证据是本案的关键突破口。我也出名了，好多人都说我救了动物园，但我知道真正改变这里的是虎哥，还活着。他中了几枪，被紧急送去救治。那半个月里，我到处奔走，把他的故事讲给所有人听。记者来了解情况的人，每一个关心这件事的人，我告诉他们，虎哥为什么出来，为什么没有伤害任何一个无辜的人。10年前，这头老虎还是一头小虎崽的时候，有多可爱。我还翻出小时候的照片，照片上一个扎马尾辫的小女孩骑在半大的老虎背上，笑得很开心。阿虎。故事传开了，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虎哥，为他说话。他不该有事，他只是一头想找回尊严的老虎。最终，好消息来了，虎哥被批准放归山林。真的吗？虎哥被批准放归山林，送回东北的山里。送他走那天，我没去，我怕自己会哭得停不下来。后来同事给我发了一段视频，车开进山里，笼门打开，虎哥走了出来。他站在雪地上，愣了一下，然后仰头深深吸了一口山里的空气。那是我见过的他最像森林之王的一刻。然后他迈开步子，朝密林深处走去，没有再回头。我在这头又哭又笑，想起自己当初逗他的话。嗨，你是我见过的最帅的老虎，你的眼睛里有星星。我在东北有座山，我想带你回山里称大王。你终于回家了。再后来，我成了动物园的副园长，资历还不够当正的，但实际没差。动物园经过整顿，换了新的管理团队，经费也正常拨付了，动物们再也不用忧饿肚子了。每天都有新鲜的水果蔬菜，干净的水，舒适的笼舍。我开着一辆小电动车，每天在园区里转。长空，帮我发个消息，告诉大家天鹅池那边注意点。喂，不许往天鹅池里扔东西。北极熊，别老盯着隔壁企鹅看，那不是零食。不许对我扭来扭去。我对你没那个意思，我们是不可能的。啊，儿宝。我的声音在园区里回荡，动物们哼唧2声或者嗷一嗓子，算回应了。只有空空，每次听到我的声音，就在猴山上蹿下跳，脑袋上那撮毛在风中乱飞。路过虎园时，我会停一下。那个旧笼子拆掉了，建了更大更好的新虎园，有假山，有流水，有草地，还有专门晒太阳的大石头。只是里面暂时还没有老虎。我有时站在外面，看着空荡荡的园子发呆。你在野外还好吗？吃饱了吗？有没有找到伴儿？有没有生一窝小虎崽？我想了想，又觉得不可能。他那么瘦，估计还在养身体呢。再等等吧。有一天，我正在办公室整理文件，手机突然震个不停。打开群聊一看，群里多了一个新成员。新成员进群那一刻，所有动物都安静了，然后炸了。哎呦我去，给我干哪儿来了？我不是在山里抓狍子吗？他的头像是一只威风凛凛的东北虎，他的 ID 一拳打死武松。给你干回家了，不认得。我还想着山中无老虎，猴子当王呢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虎王你回来了，你变胖了，毛也亮了。但老子就没瘦过。话说回来，动物园咋样了？我先声明，我可不是关心那个叫陈果的，我就是单纯问问。我看着屏幕，嘴角咧到了耳朵根。他现在是园长了，天天来虎园看你回来了没有。而且他好像很久很久以前就认识你，但你好像把他忘了，还对他那么凶。群里安静了几秒，然后虎哥的消息弹了出来。那个傻姑娘小时候跑去狮子笼，差点出事，长大了又跑回来管闲事，差点被坏人害了。我就是得对她凶一点，多凶凶她，她就不会再干傻事了。我怔住了，
手指停在屏幕上，心跳好像漏了一拍。原来你一直都记得我啊，是怕我在干傻事，在受伤害。眼眶一热，泪水啪嗒啪嗒掉在手机屏幕上。美猴王空空，喂，这气氛是怎么回事？灵长类和猫科是不可能的。我跟果子姐才是天生一对。阿勇帮我告诉果子姐，我要跟她表白。她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人类女孩，她的眼睛里有星星。我是峨眉山猴王，跟我去峨眉山当王后，天天吃最甜的香蕉。我嘴角直抽，真是藏不住的少猴心事啊！我一把抓起桌上的对讲机，一脚油门冲到猴山，在猴子们叽叽喳喳的围观中，当场宣布：从今天起，主期2的香蕉减半。不，空空的喊声响彻整个猴山，群里一片快活的笑声。夕阳西下，晚霞满天。今天也很安静呢。我开着小电动车，载着肩膀上的鹦鹉，悠哉地向前驶去。如那翱翔的白鹭，如那嬉戏的象群，如那跳跃的猴子，如那北风里行走的老虎，万物明媚，一切皆好。